你睇緊嘅係 Music Theory Daily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要做齊 SLS， 即係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打開小鈴鐺同埋 follow 翻我哋嘅 IG， 以接收翻我哋最新嘅樂理知識啊！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Cat。今集我哋將會為大家介紹咩係單拍子 Simple Time 同埋複拍子 Compound Time。喺單複之間又分為2、3、4拍子。此外，我哋亦會教大家如何去數強弱拍，因此記得要睇到最後，唔好錯過啊！單拍子英文係 Simple Time， 話明 Simple Time 即係數起上嚟都係好 simple 嘅。凡係能夠一拍拍以逐粒音符數出嚟，好似操兵咁嘅拍子呢，我哋都稱之為 Simple Time 單拍子。例如喺2、4嘅拍子，我哋可以 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咁樣去數，好似操兵一樣。而3拍4嘅拍子，我哋同樣可以見到每個小節可以分為3粒音符，分別係 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而去到4、4呢，我哋就可以 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咁樣去數啦。2、2我哋見到佢可以數到2個大拍，而4、2可以數到4個大拍。因此，凡係只要能夠一拍拍數嘅拍子，我哋都稱之為單拍子。由於我哋見到單拍子需要一拍拍咁樣去數，因此喺單拍子之中，我哋會見到 quaver 或者以下嘅音符都係以2個或者4個為一組，以方便計算。例如喺呢一個 Ten Little Indians 嘅音樂入面，我哋會見到音符拆開咗半拍嚟去數。而喺音符嘅組合入面，我哋可以好清晰咁圈起每一拍嘅 grouping， 每一小節共有4拍，因此佢就係屬於單拍子啦。至於複拍子 Compound Time， 即係需要組合 group 埋一齊數嘅拍子。好多時候 Compound Time 都係以3個音符為一 group 嘅，因此如果我哋要寫 quaver 或者以下嘅音符嘅組合嘅時候，我哋通常會將3粒 quaver 或者以下嘅音符 group 埋一齊，以方便計算。例如喺6拍、9拍同埋12拍嘅拍子記號數起上嚟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將3拍嘅音符圈成一組，數成 1 and 2 and 1 and 2 and。而9拍我哋可以數成 1 and 2 and 3 and 加埋係9拍。而12拍咧亦都一樣啦，我哋見到佢可以圈成4大組，而數法咧就係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分別咧係有4個大 group 嘅。所以咧我哋咧會見到逢親係複拍子咧就會係以3個音符或者3拍為之一組啦。至於乜嘢係2拍子、3拍子同埋4拍子呢？頭先我哋介紹咗拍子記號，我哋可以分單同複2種，而單複之間我哋可以將佢分類為單2拍子、單3拍子、單4拍子，或者複2拍子、複3拍子或者複4拍子。因此我哋
認識完單複拍子之後，我哋就需要認識乜嘢叫2、3或者4拍子啦。2拍子 Duple time， 佢係能夠分為2大拍嘅拍子，例如24、22、28，甚至6拍8或者6拍16，我哋都稱之為2拍子 Duple time， 因為佢有2個大拍，而由於前面個拍子記號嘅音符，佢哋能夠獨立分開計算，因此佢哋被稱為單2拍子 Simple Duple time。而6拍8同埋6拍16呢，我哋啱啱認識到佢係以3個音符或者3拍為之一組，所以佢係複拍子，因此佢被命名為複2拍子 Compound Duple time。至於6、4拍，由於6拍好難被分類，因此我哋只能夠將佢分為2 group， 數成 1 and two and， 加埋係6拍，因此佢係複2拍子。至於3拍子 Triple time， 佢亦係同樣嘅原理。逢親能夠被分為3大拍嘅拍子，就係 Triple time 3拍子啦。例如最常見嘅3拍4、3拍2，都係單3拍子 Simple Triple time。而12、16同埋9、8呢啲以3拍為一組嘅拍子記號，就係複3拍子Compound Triple time 啦。但係請注意，有啲都係好常見嘅拍數，例如3拍8，佢竟然係單拍子嚟㗎。由於3拍8，我哋難以一組組咁圈起嚟，即使以3粒音符為一組，佢亦只有一組。因此難以用複拍子去分類，最後佢只能夠以單3拍子 Simple Triple time 嘅形式出現，數成 1 2 3 1 2 3咁樣啦。而似乎比較少見嘅9拍4嘅拍子記號，由於9拍亦都好難被分類，因此就被歸類成為複3拍子 Compound Triple time。 我哋見到9、4、9拍，我哋可以3粒音符為之一組，圈起嚟，圈成3大組。至於4拍子 Quadruple time， 就係能夠分為4個大拍嘅拍子啦。例如比較容易理解嘅4拍4同埋4拍2。至於4拍8，同樣地，由於佢好難被分為以3個音為一組，因此佢最後只能夠被分為 Simple Quadruple time， 單4拍子，以一拍一拍咁樣形式去 count 啦。而12拍8同埋12拍16亦都唔難理解，因為佢哋好明顯都係以3大拍為一組，而12拍4亦都一樣。由於佢可以分為4大組，因此就被歸類為複4拍子 Compound Quadruple time 啦。至於點樣去數拍子，我哋先要了解拍子嘅強弱拍。通常強拍 Down beat 或者 Strong beat 會落喺第一拍，而多過3拍嘅拍子呢，通常會有次強拍。因此喺4/4拍之中，我哋喺數拍子嘅時候，我哋會數成。
當中我哋聽到第一拍係最重嘅，而第三拍佢都有稍為嘅力度，但係就比第一拍弱啦。而三四拍，由於佢得三拍，所以我哋得一個 down beat， 其餘都係輕拍，即係 up beat 或者 weak beat， 所以佢就會數成好似 waltz 一樣。而兩拍四，佢就係一重一輕，數成第一拍係重，第二拍係輕。至於複拍子 compound time 呢，由於佢係以三個音符為之一組，或者三拍為之一組，因此佢數起上嚟嘅時候呢，就係重輕輕重輕輕咁樣啦。而由於佢至少會有兩組，因此第二組嘅第一拍就係次強拍啦。例如六八拍子，我哋會數成當中，我哋聽到第一拍同第四拍都比較重，當中以第一拍係為之最重嘅。而九八同十二八亦都一樣，佢哋嘅數法亦都係或者多一個就係12八啦。經過今集之後，相信大家都會好了解乜嘢叫做單拍子、複拍子、2、3、4拍子，同埋如何數拍子啦。下集我哋將會建基於今集同埋之前嘅一啲集數，有另外一啲課題嘅講解，大家記得要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啊！我係阿 Cat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